聂老怪带着萧炎、林动、沐尘他们踏入内塔的上层，一股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然后他们经过几个塔层，最终抵达了丹神塔的99层。这里是神斩老级别的地方，在这里，聂老怪和萧炎他们看到了2个风格迥异的大厅。他们站在2个大厅的中心，而他们每走一步都可以看到脚下的透明水波纹，因为地面无比的晶莹剔透，仿佛就是在虚空中行走一般，格外的令人震撼。甚至还可以看到两边大厅的布局构造，灰色风格的大厅散发着一股古老的气息，墙壁上镶嵌着古老的符文，每一处角落都透露出沉静和神秘。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尊巨大的石像，石像高大威严，眼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，五彩神光不断交织而成的阵盘，仿佛是五行之间相互牵连，深刻质化，更是在注视着来客的一举一动。而灰白色风格的大厅则散发着一种神圣的气息。大厅内部摆放着精美的石雕，每一尊石雕都栩栩如生，展现着层层叠叠的神秘符号和神秘符号，煞是精美。大厅的顶端悬挂着一颗巨大的水晶，水晶散发出灰白的光芒，照亮整个大厅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一般。萧炎、林动、沐尘、无雪和聂老怪4人站在2个大厅中央，他们的身影在灰色和灰白色的大厅中交相辉映，形成一幅奇特而神秘的画面。他们的目光交错，似乎在默契地传递着某种信息，让人不禁感到震撼和敬畏。这里就是有100层丹神塔的第99塔层，是10大神斩老级别的地方，是神秘而神圣的存在。在这里，每一处充满着神秘的力量以及空气中的无形丹香，让人无法忽视和忽略。萧炎他们感受着周围的氛围，心中充满着敬畏和激动，因为在这里是所有炼药师的目标，能够来到这里都是成为了10大神斩老的亲传弟子，可以学到很多高级的丹术，炼制出品阶级高的神品丹药。萧炎他们望着这2个大厅，心中充满了敬畏和好奇。这里的装饰和氛围与他以往所见的世界完全不同，他们不禁感叹，原来在这个丹神塔的第99层里，还有如此华美而神奇的地方存在。萧炎小友们是不是感觉到好奇，在这里为何有2个不同风格的大厅？聂老怪第一时间就看出了萧炎他们对这里的构建风格感到疑惑，然而聂老怪接下来说的话，竟是让身为炼药师的萧炎都感到大惊失色。在丹神塔分外塔和内塔，外塔基本上都是9品药仙和4品药神，当然外塔之主乃是一名5品药神，而5品药神乃是在外塔中的唯一，而内塔则是5品和8品。我们10大神斩老级别皆是7品药神，至于8品药神，聂老怪倒是没说明白，只是在说到8品药神时，他便是抬头仰望了丹神塔的最高一层，也就是第100层。虽然那聂老怪没说明，但在萧炎的心中已然知晓，在最高的塔层中必定就存在着那位8品药神，也是在丹神塔中超越了10大神斩老，也是仅次于丹神塔之神的存在。当然10大神斩老级别已经是丹神塔中最为尊贵核心的人物，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一生所学全部献给了炼丹之法。虽然有10大神斩老，但却分为2大体系派，每一个体系都汇集了5位神斩老，他们各具特色，拥有着独一无二的炼丹之法。5行炼丹体系是以5行为基础的炼丹术，其中的5位神斩老分别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行之力为依托，谙熟各种炼丹之法。其中5位神斩老各自擅长炼制独有的5行丹术，也就是这5种元素所炼制的丹药，可以达到极其之高品阶精纯等级。此5位神斩老一旦联手协作起来，并有着十分默契，强大的不可阻挡。就是灰色风格大厅的派系，称之为5行派系。天地炼丹体系是另一派博大精深的炼丹术，天地炼丹体系也是最为深奥的炼丹术之一，由5位神斩老所创，他们融会贯通天地之间的灵气之力，将其融入炉火之中，达到极致。炼丹纯净心灵，乃天地精粹之一，以天道精华之气、地脉之气、阴阳之气、风雷之气、光华之气，就是灰白色风格大厅的派系，称之为天地派系。天地炼丹体系和5行炼丹体系2大派系皆是无比的玄奥庞大，其炼制出的丹药威震天下，令人惊叹不已。可是这2大派系都认为他们自己的炼药丹术才是最强，以至于他们之前则是一直处于竞争关系。所以为什么之前的马神斩老和聂老怪有着不友好，就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不同派系。马神斩老属于5行派系，而聂老怪则是属于天地派系。在听完了聂老怪对于不同炼丹体系的讲解后，萧炎他们也重新认识到了对炼丹术的全新看法。一直以为只要用火焰去炼制丹药就可以炼制出品阶级高的丹药，然而到了丹神塔之后，再次对炼药术有了全新的认识，那就是在炼丹药的同时加入5行丹术，可以提高对炼制丹药的更高品级。同样的，也可以加入天地灵气术，将其融入炉火之中，达到极致。而且在越纯净的心灵下，感应天地灵气之精华就越精纯，从而将炼丹的品级达到一种更高的层次。同样也是不弱于5行丹术炼制的丹药。原来这才是丹神塔的厉害之处，难怪会成为整个诸神万界中炼药师的梦想之地。认识了这2大不同的丹术后，萧炎也认识到丹神塔对整个万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。每一年都有无数修炼者前往丹神塔，
希望能够得到10大神斩老炼制的高阶丹药，获得可以突破自身极限的机会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见上那位传说中的9品药神，也就是丹神塔之神。只要获得他的一枚无上丹药，那么就可以获得给予自身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从此便可判若两人。不过，无上丹药几乎只有开启炼神丹大会后，获得第1名者便可获得1枚，更有机会成为9品药神的亲传弟子，那么就拥有了丹神塔中最高级的资源，甚至将那无上丹方传给自己的亲传弟子也说不定。聂老怪带着萧炎、灵动牧尘以及吴雪他们走进了左手边的灰白色的大厅，一进门便感到震撼。整个大厅非常之大，有许多特别的构件，有楼阁和一座神斩老殿，每一个楼阁都是放置各种珍贵的药材以及可供炼制丹药的器具。萧炎的眼中一片惊叹，好像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大厅内还有许多关于炼丹的书籍楼阁，看上去用心之处可见一斑。他们一路向大厅深处走去，看到了一座神斩老殿，只不过其周围有着一道特别的结界正在笼罩着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，呈现出一种神秘之感。虽然可以看清那其中是一座神斩老殿，却无法直接看清里面的具体景物。进入结界之后，便是我们的神斩老殿了。聂老怪带着一丝笑容，率先走进那道结界之中。萧炎、灵动牧尘、吴雪他们也是紧跟其后。这结界并没有出现抗拒，而是在他们踏入的那一刻，竟是直接穿透了过去。难怪说这结界只是为了看不清里面。在进入结界后，便是踏入了神斩老殿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。宫殿的顶上是金光闪闪的龙凤花鸟图案，四壁吊灯悬挂，墙壁上还挂着神之古画，令人目不暇接的金碧辉煌。宫殿内还散发着令人精神大振的药材香和丹香，这些药材无一不是稀世珍宝，是炼制神之7品丹药的重要成分。走到宫殿尽头，那里有着4位身穿灰白衣袍的老者出现在视线中，衣袍上绣着复杂的符文，反映出淡淡的光芒，都是实力极强的存在。他们目光深邃，似乎能看透一切虚妄，仿佛隐隐带着玄妙的气息。当他们看到萧炎、灵动牧尘等人时，脸上的笑容如春日暖阳般温和，让人感到既亲切又安心，仿佛知晓了一切。神斩老殿的每一处都透露着高贵的气息，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蕴含着天地炼丹术。在这里，神之7品的丹药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存在，而是触手可及，只需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汗水，以及自身的炼药天赋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之7品的丹药，成为7品药神。4位老者中，一位身形矮小，手中拄着拐杖，目光深邃，似乎能洞悉一切；另一位身姿瘦长，长发如云，眼神带着一丝凝重；第3位身形高大威猛，目光如炬，透着霸气；最后一位则是面容深邃，看似沉稳内敛。4位长老中，每一位都流露出一道超脱天位神的道法气息，仿佛已经抓住大咒中的玄妙道义，与这个世界产生了特殊的共鸣。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让人无法忽视，眼神深邃而坚定，他们本身就让人感到一份难以言喻的威严。来了。那位身形矮小，手中拄着拐杖，目光深邃的老者淡淡的声音传出。吴雪跟在聂老怪的身后，在看到眼前4位老者之人，直接第一个跳出来，笑眯眯的叫道：“你们的爱徒雪儿见过，5师傅贾老怪，4师傅钟老怪，3师傅风老怪，还有我的2师傅万老怪。”吴雪的出现也是让这4位神斩老的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因为他们不单单只有吴雪一个亲传弟子，可吴雪则是他们几个最疼爱的一个爱徒。雪儿，你怎么舍得回来丹神塔了？上次一别已经是很久的时间了。此时4师傅风老怪开口道，不过虽然这么说，但他的脸上则是释放出久违的笑容，可以看出见到位爱徒时的那种开心。你们还真相信雪儿是来看我们几个老人的呀？4师傅贾老怪这时附和着道，然后摸着自己的粗糙胡须微微笑，而吴雪则是尴尬一笑，然后跺跺脚撒娇起来。怎么会呢？今日来也是来看看几位老怪物师傅。几位神斩老则是异口同声的哈哈一笑，然后无奈的摇摇头，便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以及只剩下魂体的灵动和牧尘3人。随着4位神斩老的目光投来，萧炎、灵动、牧尘3人也是立马拱手恭敬地介绍了自己。4位半道神实力的神斩老，他们的目光犹如是可以刺穿他们内心深处，任何的事情都无法隐瞒住他们一般。呵呵，你们的事情我们已经了解，没想到小有孤身一人进入神器联盟，救出了你的2位兄弟，还真是让我们都佩服。说话的乃是吴雪的2师傅万老怪，而他的实力也是5位神斩老中实力排名第2的存在，也是仅次于聂老怪。几位神斩老前辈言重了，如果不是元尊前辈出手，我根本无法救出我的2位兄弟。今日前来也是想让几位神斩老前辈帮忙，能否让我这2位兄弟凝聚出新神体？萧炎也是没有拖泥带水，甚至直接搬出了元尊，同样在表达自己与元尊之间的关系。毕竟神元宫在神州可是齐名丹神塔的顶尖存在。神元宫的元尊嘛，倒是有点意思，能够请动一位主神去帮你，想必你的身上有着过人之处。就在这时，吴雪也是在加点火，卖萌撒娇的对着几位老怪物师傅道：“老怪物师傅们，萧炎可是我的最好朋友，你们可要一定帮他的2位兄弟凝聚出新的神体呀！”你这丫头，我们第一次听你说出有最好的朋友。在丹神塔内，除了我们几个老怪物师傅，
你就是连我们天地派系的其他师兄姐都没有站过，倒是对一个外人有些……看着吴雪此刻有些微红的俏脸，几位神长老倒是看出了吴雪与萧炎之间的那种年轻人的关系。当然，就算真的有那种关系，他们作为史师傅也不会说去阻止年轻人的这种热血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我们几个老头都知道了，你真是不帮内只帮外。”四师傅钟老怪又想多说他几句，心里又不想多说，谁让吴雪是他们的最爱之徒呢？